在量化交易时代，美股市场节奏加快，持续上涨之后，在大小周期都很容易出现急速的下跌，特别是期权和杠杆占比很高的动能股。从大的周期来看，2020年3月份的大熔断就是美股持续大牛市之后，因新冠疫情引发的急速下跌。小的周期来看，刚刚过去的本周四7月11号，科技股龙头突然暴跌，英伟达和特斯拉当日跌幅巨大。在今年4月份，英伟达也出现了单日的暴跌。基本质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每周都会在会员群中提到的一个重要数据——筹码的集中度。在每个周期，当筹码的集中度高度分散，体现在我们的数据系统里，就是距离每个周期主力的机构持仓成本太远。周四7月11日之前，美股市场持续上涨，连续3天每天都是中继买点，这让短线主力的筹码极度分散，距离我们每天同步在会员群中的超短机构持仓成本越来越远。当本周四盘前，美股 CPI 数据发布之后，科技股来了最后一冲，然后短线见顶，开盘大跌。反之，在熊市或者长期回调的市场里，最后一跌也是大涨的开始，涨跌是镜像关系。比如今年4月份产生的4级买点，就是以色列打入伊朗的导弹带来的最后一跌。那一刻，SPY 精准触碰我们系统计算出来的4级买点机构持仓成本，市场最初的跌幅引发了期权重仓股的加码逼空，也就是期权卖单踩踏，就会出现单日单边下跌不回头的情况。放在大的周期里，2020年的大熔断也是同样的原理。这种大跌会将很长一段时间追涨的散户多日甚至10多月的利润瞬间抹去，伤及本金，会将期权持有者的持仓迅速归零。以本周四为例，英伟达和特斯拉的期权持有者在1天之内，利润和本金会被全部归零。这就是主力收割散户、重新聚集筹码的一种常见方式。如何避免这种风险？最重要的就是在持续上涨后，必须设置止盈，这样当市场下跌触发止盈后，可以保护绝大多数的利润。同时，在市场上涨时，特别是动能股和3倍 ETF 持续上涨后，要注意仓位不能越加越重，而应该是越来越轻。同时，策略越来越短线。这样的好处是，当市场出现暴跌时，可以快速离场，等到期权踩踏结束，再重新入场，也就是我们本周五7月12日盘前采取的策略。对于中长线账户，如果在高位加仓，一定要记得在买入价附近设置止盈，这样就算出现这样的下跌，也不会伤及到本金，最多就是利润的损耗。